众所周知，象狮、虎、豹，狮子排行老二。不过近几年这个排列顺序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都感觉除了大象，老虎要比狮子更猛一些。那么事实到底谁更胜一筹？今天黑土给大家找出了陆地上10个战斗力最强悍的猛兽来对比一下，最后一个绝对在你意料之外。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先来说一下狮子。狮子作为草原之王，并非浪得虚名，那绝对是有2把刷子的，要不然也不能站在草原食物链的最顶端。狮子的攻击力可谓是相当强悍，雄狮的体重能达到500斤往上，体长可达3.2米，一头成年雄狮的头骨最大将近40厘米，咬合力高达300多公斤，追捕猎物时最快可以跑60公里每小时。你如果骑电动车时遇到它，那基本就没有活路。狮子的舌头长满了倒刺，小鲜肉如果被它舔一下，很有可能会被舔掉一层皮。还有就是狮子的吼叫声，玩过传奇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有一个技能叫狮子吼。其实狮子吼的主要作用就是炫耀自己的地位，彰显狮王的身份。由于狮子是群居性动物，通常都是拉帮结派的，在偌大的非洲草原上，它们基本没有天敌。不过即便是这样，狮子在陆地上的个体战斗力也只能排到第10名，比它更狠的就是老虎。其实象狮、虎、豹的排列顺序并非没有道理，老虎如果跟狮子单挑，毋庸置疑老虎更胜一筹。无论从个头上或者攻击力来对比，老虎的攻击力都比狮子要大。老虎的体长最大可达 3.38 米，体重能达到700斤以上。无论从体型、灵活力、咬合力，最重要的就是老虎的虎掌，都要比狮子更占优势。前段时间一只成年东北虎在东北农村溜达的视频，很多人都看到了，被老虎拍了一巴掌的汽车直接就陷了进去。由此可见，威力那是相当的大。这一巴掌如果拍到人头上，最坚硬的头盖骨有可能直接粉碎。既然老虎这么猛，那为什么狮子会排在它前面呢？其实也很好理解，老虎是属于高冷型的，喜欢一个人独占一个山头。狮子是群居性动物，并且狮子是生活在草原上的，老虎一般都在山里或者丛林。两位大哥遇到的几率很小，但就算是遇到了，狮子肯定是成群结队的，老虎都是独自一个。真要打起来，一只老虎对一群狮子，那老虎肯定是没有胜算的。即便是有一群老虎，他们也不一定能打过一群狮子。狮子作为群居动物，都会有一定的战斗协作能力，而老虎天生就是单打独斗，这在理论上是次于狮子的。不过要论单挑的战斗力，还是虎哥更猛一些，所以老虎在这里排第9名。那么比老虎更猛的是牛。其实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挺惊讶的，牛给我们的印象一般都是老实巴交，只知道低头干活的那种。不过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是美洲野牛，它被列为美国国家公园里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在1978年至1992年间，黄石国家公园遭到美国野牛攻击伤亡的人数高达56个。它的体重能达到1吨，身高高达 1.8 米，生活在草原上。它们可以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奔跑，跟狮子的速度不相上下。如果一只成年雄狮想要打美洲野牛的主意，那基本上就是送人头。这种牛自身带有攻击性，不像其他的水牛一样，见到狮子只会跑。美洲野牛身上的肌肉特别发达，头上的角能挑起半吨多重的东西。一只成年雄狮也不过才500多斤，如果被美洲野牛一头撞上，狮子很有可能肋骨裂开。毫不夸张地说，一头就能把狮子顶残废。当然，老虎自然也不是它的对手。在这里，美洲野牛位列第8名。第7名就是金刚了，也就是大猩猩。其实老美拍的片子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大猩猩的攻击力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比我们认知中的大猩猩其实要凶猛很多。大猩猩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500斤以上，站起来身高可以达1.75米。因为大猩猩的膝盖无法伸直，伸直的话实际上可以达到1.8米，两个胳膊伸开的长度有2.75米，体型非常的雄壮。最主要的就是大猩猩的握力竟然有500公斤，它如果用力跟你握手，可以直接捏碎你的手。还有它那强大的拳力，一拳打出去的力量为2吨，咬合力比狮子还要大。所以说一般的狮子老虎要想跟大猩猩单挑，基本没有胜算。丛林中的豺狼虎豹遇到大猩猩一般都会躲着走。除去大猩猩的体型优势，它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大猩猩的智商是动物界仅次于人类的，虽然现在还没发现它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去更深一层的进化，但是据研究表明，大猩猩的部分 DNA 排列与人类是一样的。生活在非洲大陆赤道附近丛林中的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不过大猩猩也不会轻易的去攻击人或动物，因为它们是吃素的，不吃肉，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至今为止还没有大猩猩咬死人的记录，大部分的大猩猩对人类还是很友善的。第6名，湾鳄。在全世界所有的种类的鳄鱼中，它是个头最大的，也是最凶猛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成年雄性湾鳄体长可达7米，咬合力2吨，可以一口咬爆一个汽车轮胎。被它咬到的动物基本一口下去都是粉碎性骨折。它嚼东西的感觉就像是在吃脆骨一样。狮子老虎喝水的时候也特别害怕碰到湾鳄，一旦被它咬住拖下水，狮子老虎基本就嗝屁了。所以在战斗力上来说，狮子老虎包括大猩猩都不是它的对手。站在湾鳄前面的就是科迪亚克棕熊，它是所有熊类中体型最大的，体长可达2.8米，站起来有2.5米，体重能达到1600斤，前爪的爪尖最长能长到15厘米，嘴里含有特别可怕的犬齿。这种熊的嗅觉特别灵敏，1.5公里之内它就能找到你，并且奔跑速度也特别的快，每小时50公里，熊掌拍下去的力量能达到2吨。毫不夸张的说，它如果卯足劲儿，一巴掌就能拍断一棵树。为什么它能排到第5位？因为它是比较争强好斗的动物，特别是别人侵犯它领地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把你赶跑。狼群或者老虎几乎不敢靠近它。人类如果在野外遇到它，如果没有任何防御装备的情况下，只能装死，不是等死啊，是装死，因为你根本跑不过它，爬树也爬不过它。不过一般情况下，人类不去招惹它的话，它也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其实动物都是有灵性的，人家不找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科迪亚克棕熊排名第5，排名第4的就是河马。河马是属于比较暴力的大型动物，它是陆地上现存的第3大型动物，基本没有捕食者可以捕杀它们。河马的皮厚可达6厘米，成年雄性河马体重最高可达6000斤往上，顶得上一辆轻型卡车，身体长可达4米，还长有约40厘米的犬齿。6米长的湾鳄如果遇到河马，有可能被活活踩死。虽然湾鳄的咬合力重达2吨，但是河马天生拥有最坚硬的皮肤，并且在灵活度上也远超湾鳄。河马的嘴巴张开可以达到150度，咬合力也高达 1.4 吨以上，奔跑速度也特别的快，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各种属性几乎接近完美。它也被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之一，更是非洲每年杀死人最多的动物。这东西虽然表面上看得挺可爱，但是它是个典型的笑面虎，扮猪吃老虎，我们不能被它的外表迷惑了。那么能跟河马较量一下的就是犀牛了，也是我们今天的第3名。远看犀牛就是一个坐地炮，小短腿。犀牛的体型相比河马来说差不了多少，体重最高也可以达到6000多斤，不过体长要比河马要大一点，可以达到 4.5 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优势。它的奔跑速度要比河马快很多，可以达到每小时55公里，是仅次于大象的陆地第2大型动物。它头顶上的犀牛角威力也是相当的大，1对1单挑的话，除了大象，它几乎可以战胜所有大型动物。主要是它有一股子蛮劲。狮子、老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一般情况下是不敢对犀牛发起攻击的。一旦被犀牛角顶一下，直接就会顶出内伤，甚至死亡。人类如果被它顶一下，那基本毫无生还的可能。不过就算是这么强大的物种，也被人类搞得将近灭绝。很多人都听说过犀牛角可以制作成药材，并且价格昂贵。在利益的驱使下，就有很多的人去捕杀犀牛，取掉它们的角换钱。不过后来经过证实，犀牛角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药用价值。但是为时已晚，现存的白犀牛在北方极度濒危，人工饲养的白犀牛仅存2只，并且还都是母的。现在位于肯尼亚的奥佩杰塔自然保护区。第2名，大象。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懵，大象不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吗？怎么才排到第2名？别急，听我慢慢道来。毋庸置疑，大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动物。在多个种类中，非洲象是最大的，它体长可以达到 7.5 米，身高将近 4.5 米，体重达14000斤。据记载，最大体型的大象体长可以达到11米，体重26000斤。太多的属性咱就不过多的描述了。无论怎么说，它都是陆地上最强悍的动物。除了人类，基本没有任何动物敢跟大象叫板。可以说，大象在陆地上，除了人类，它们是没有天敌的，任何动物都伤害不了它们。只有人类会杀死它们，并且拔掉它们的牙。其实大象在很久之前就成为了人类的朋友，它们的智商非常的高。在重机械出现之前，人类经常会让大象帮忙干很多重体力活，大象也都乐意效劳。它们真的惧怕人类吗？其实并不是，我感觉它们应该是认为人类的智商和思想能力与它们接得上，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沟通能力，这才使得人类能得到这么强大的动物信任。但是总有一些坏人去伤害它们。
最后我们的第一名是他，蜜獾，也是我们俗称的平头哥。其实正常来说，大象才是真正的第一名。由于蜜獾这个东西拥有超乎我们想象的格斗精神，所以在象征意义上把它列为第一。它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胆子最大的动物。虽然它身体不大，但是它无所畏惧，任何动物在它面前它都不会害怕，并且还会主动发起攻击。让人意外的是，它天生就是毒蛇的克星。我们都知道，一只拥有剧毒的眼镜蛇如果咬狮子一口，短时间内狮子都会一命呜呼。但是如果换成蜜獾，蛇毒在它身上毫无作用，它可以在15分钟之内就吃掉一条长达1.7米以上的毒蛇，甚至有一些个别胆子比较小的狮子猎豹都有可能被它反杀。它主要就是靠凶猛、好斗、坚毅、勇敢、顽强来抵抗所有猎食者。蜜獾也在此证明了，即使没有优越的外在条件，只要自己够勇敢、够顽强，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面对狮子、老虎这样的猛兽，它们也都毫无畏惧。所以除了外在条件，在精神层次上，它是属于第一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黑土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如果喜欢黑土的视频，记得点个赞，你们的点赞就是对黑土最大的支持，谢谢。尸体火化的时候自己有感觉吗？人死后究竟还有没有意识？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得不来，到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不得不走。如果站在另一种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死好像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都知道有因就有果，因果关系早已不是迷信。那么既然生死不是由我们自身来控制的，那到底是谁在控制着我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人死后究竟还有没有意识？这是个很难得到证实的问题，因为真正知道答案的人没有办法出来证明。虽然不能让死人说话，但是有很多痴迷于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找到了另一种办法，可以证明人死后灵魂或许真的存在。1975年，美国一位名叫雷蒙德·穆迪的著名心理学家，同样他也是一位医学家，首次提出了濒死体验。他认为人死亡之后，灵魂会脱离躯体去往另一个世界，我们的意识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延续，并不会完全消失。所谓濒死体验，大概意思就是指人在将近死亡或者濒临死亡的状态下，经过抢救或者某种原因又活过来的人，就好比心脏停止后经过抢救电击恢复意识的人，他们在临时死亡的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这段时间被称为濒死体验。根据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在美国1980年至1981年间，有 15% 的人有过灵魂出窍的经历，也就是濒死体验，并且他们在死亡这段时间遇到的景象竟然出奇的相似。在萨波姆的死亡记忆一书中曾经记载过，一个美国女人脑子里面长了一个肿瘤，去医院做手术。这种手术在进行的过程中，按说这个女人应该是处于一种临床死亡的状态，一般是心脏和呼吸停止，但从外表来看，人体生命迹象会完全消失，但神经组织内微弱的代谢过程仍然在进行。如果在5到8分钟之内进行抢救，是有可能复苏的。这个女人很幸运，经过抢救，她苏醒了过来。醒来后，她就对医生说，在临床死亡这段时间，她的灵魂脱离了肉体向上漂浮，还看到了医生们在为自己的身体做手术，并且这种意象特别的真实，而且非常的清晰。让人惊讶的是，她竟然可以详细的把医生给她做手术的操作过程说出来。后来经过证实，她说的话与当时的情况完全吻合。在医学理论上，临床死亡的病人是不会有任何意识的，更不会做梦。按理说，人在没有意识的阶段，大脑是不会有任何想法或者冥想能力的。上面那个案例发生之后，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重视，直到一位美国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亲身经历了濒死体验过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在死亡之后，灵魂有可能是真的存在。这位医生名叫艾本·亚历山大，是一个有着25年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其实作为一个医生，他是根本不相信人死后会有意识存在这种说法的。直到一次特殊的经历后，彻底颠覆了他对生命的认知。他还将这次超自然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天堂的证据》。2008年的秋天，艾本·亚历山大患上了一种特别罕见的脑部疾病——细菌性脑膜炎，导致他的大脑完全进入瘫痪状态，整整昏迷了7天。7天后，他又奇迹般的苏醒。得了这种病能醒过来的几率非常的小。经过检查，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大脑功能完全停止了工作，
他回忆道，当我被推入应急病房时，我听到医生说我最多也只能恢复到植物人的状态。但是在我昏迷的第7天，我听到医生们准备对我放弃治疗时，我睁开了眼睛。让人意外的是，在他昏迷的这7天时间里，他的意识跟思想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并且异常的活跃。在他醒来之后，他回忆到，他脱离肉体去向了另一个世界，并且清晰地记得他乘坐在一只蝴蝶的翅膀上，飞向了一个很黑的空间。到达这里后，渐渐的眼前开始出现光芒，这种光让他感觉非常的舒适。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看到这个陌生女人的第一眼，他感觉到很温暖，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围绕着他。就在这时，他接收到了陌生女子给他传递的信息，这种信息不是用语言说出来的，好像是有一种更高的交流方式，就像是心灵感应一般。这个陌生女人对他说，你将被真爱到永远，你无需有任何恐惧，你不会做错任何事。说完后，这个女人就在他面前消失了，然后他就感觉就像是有人在牵引他一般。随后就听到了医生在讨论，准备对他放弃治疗，然后他就醒了过来。苏醒后的亚历山大第一时间也认为刚才的经历是幻觉，或者是做了一场梦。可有着25年经验的神经脑外科医生让他瞬间就反应了过来，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患上这种病的人在昏迷状态下是不会有任何意识的，更不会做梦，脑部会进入瘫痪状态，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思想意识，说明他在昏迷的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绝不会是意识。但是作为一名权威的脑神经医生，他也不敢把他经历的超自然现象随便的公布出去，一旦说出去，很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声誉。不过后来他还是决定要将自己的经历说出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天津市安定医院的精神病医学教授冯志银与刘建勋二人去往唐山，随即找到了100位幸存者进行濒死体验调查。虽然只获得了81个有效的调查数据，可在当时世界濒死体验研究史上是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其中有一位23岁的女孩在地震中砸中了腰椎。她在描述自己濒死体验时说道，当时她的思路特别的清晰，眼前还会划过一幕幕曾经的快乐场景，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很快乐的感受中。在后来采访的很多濒死体验者中，多半的人会在濒死状态时对自己的生活历程进行了回放，还有将近一半的人有灵魂出窍的感觉，漂浮在空中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自己，还有一部分人会在濒死状态下见到自己已经过世的亲人或者朋友。还有一个更神奇的是，美国一位叫肯尼斯·林格的大学心理学教授曾经组织过一次濒死体验的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位名叫维奇·艾佩格的女人意外被车撞倒，与死神擦肩而过。接受完治疗后，她向医务人员描述了她经历濒死体验时所见到的东西。她看到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正在对一具尸体进行抢救，但是总觉得那具尸体怪怪的，说不出哪里怪。后来她知道，躺在病床上正在被抢救的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在病房里待了一会儿，就从天花板穿出去了。她看到了明亮的光，这种光并不刺眼，感觉特别的美妙。乍一听这个案例跟上面的差不多，可这个稀奇就稀奇在这个女人天生就是一个盲人，经过濒死体验的那一刻是她第一次看到东西。她清楚地描述了当时手术室内的场景，并且还有各种器材的摆放位置。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说是她的幻觉，在缺氧状态下出现了类似于做梦的情况。但是有研究表明，当一个全盲的人做梦时，他们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然而在濒死体验中，盲人却可以见得到光。后来我查阅了很多关于濒死体验的描述，有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大部分都是经历过重大事故或者疾病得到救治的人。在他们的描述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濒死状态下他们会感觉很平静，意识格外的清晰，包括视力也会特别的清晰，身体一分为二，进入到另一个空间或者维度，期间会经过像隧道一样的地方，并且会遇到过世的亲人或者朋友。在这个过程中，眼前会出现像幻灯片一样的景象，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从出生、奔跑、父母的笑脸、初恋的感觉，还有一切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这些片段会快速的划过，但是会特别的清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性格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如果之前是一个很吝啬的人，反而会变得特别的宽容。对于这种现象，有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人在死亡降临的一瞬间，短时间内的主观体验一般来说都是相似的，因为真正到了面临死亡的那一刻，人们潜意识里都会模拟出自己死亡后可能会经历的场景。生物学家罗兰·希格却不以为然，他认为
每个人在死亡时，大脑会分泌出过量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会引起幻觉，并不是所谓的灵魂出窍。显然，这两种观点并不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盲人能看见东西这一点就解释不通。后来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世界上很多的科学家也加入到濒死体验的研究历程中。英国的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些明显的图片放在手术室的高架子上面，人站在地面是无法看到这些图片的内容，只有浮在空中的人才可以看到。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濒死体验的人是否真的灵魂出窍，漂浮在空中。后来经过对1500名突发心脏病的患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其中有些人真的可以详细的说出图片的内容。参与这项研究的萨姆·帕尔尼纳博士表示，这种结果与现代医学相违背，用科学无法解释得通。后来经过科学的认证，人在呼吸跟心脏完全停止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脑部会有微弱的电波信号，这种信号非常的微弱，但是却真正的存在。在这段时间里，人是有意识的，只不过不能对外界传达信号，也就是说，心脏跳动跟呼吸停止后是完全有可能听得见声音的。直到这种信号完全消失，或者成为一条直线，这在科学上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死亡。那么如果人在火化的时候，脑电波在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按理说是有可能真的会体验到被活活烧死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农村都是在人死后先放置几天再进行火化的原因。其实上面我们说的那几个案例，到现在科学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人的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凡事都要讲究个证据。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基本就找不出任何可以验证的证据，只能通过调查理论来分析灵魂出窍的存在。不过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科学一定会给出我们一个答案，来证明人死后究竟会去往哪里。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领导，看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谢谢。北极的下面究竟有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都想要得到这块极寒之地？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北极熊为什么会出现淹死的现象？北极真的封存着可怕的病毒吗？如果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灾难？今天占各位领导10分钟的时间，黑土带大家北极一日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北极。北极处于地球自转轴的最北端，位于北冰洋中部，被大量的冰覆盖，这些冰的厚度能达到3米往上，漂浮在北冰洋深达5500米的海洋上。相比南极，到达北极的人相对较少，因为想要进入北极难度相对较大，它不像南极那样是一片陆地，北极是一大块浮冰飘在北冰洋上，位置会不断的变换。想要进入北极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每年的4月乘坐直升机，或者在6到7月乘坐破冰船进入。一年中只有在这个时间，北极的温度才会上升，使漂浮在海上的冰块变薄，破冰船才有足够的动力向前行驶。如果进入北极的时间不对，破冰船很有可能就会卡在冰块上。在环境恶劣的北极，一旦船上的物资用尽，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就是死亡。在这里指南针会失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地球磁场的干扰，在北极指南针是不管用的。如果没有特种装备的情况下，进入北极很容易就迷失方向。北极的中心点被称为北极点，环绕北极点210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都处于北极地区。这个圈内包含了丹麦、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瑞典、芬兰、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冰岛的部分地区。这几个国家也是对北极主权竞争最强烈的国家。在北极圈内，越是接近北极点的地方，温度就会越低，最低温度可以达到-50度，而且在这里的一天一夜就是我们1年的时间。北极的太阳会在刚落下的时候就升起，并且不会升得太高，最高也不会超过23.5度。北极有极昼和极夜，在北极点有半年的时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极光，这是由太阳风里的离子被地球的磁场吸引到两极形成的。还有就是极光是有声音的。在极度寒冷的北极地区，生存着陆地上第2大食肉动物北极熊。在人类没有发现科迪亚克棕熊时，北极熊曾是地球上第1大食肉动物。后来在科迪亚克岛发现了比北极熊还要大一点的大棕熊，北极熊才屈居第2。北极熊的战斗力特别强悍，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
成年北极熊站起来可以达到 2.8 米，体重最大可以达到1600斤，相当于3到4只非洲雄狮。虽然块头很大，但是它们一点都不笨重，并且特别的灵敏。它们还是游泳健将，能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一天游97公里远。拥有健壮的身材与帅气的外表的北极熊，还是一夫多妻制。雄性北极熊在遇到喜欢的异性时，会先把对方揍一顿，以此来表示对对方的爱意。真正的打是亲，骂是爱。在整个北极圈里，除了人类，北极熊几乎没有天敌。随着全球变暖，北极熊可能将要面临灭绝的威胁。全球变暖，北极的大量浮冰融化，这使北极熊在捕食过程中很难找到上岸落脚的地方。虽然它们的游泳能力特别的强，但是毕竟不是水生动物，很多北极熊下水后游出去很远，找不到浮冰，就活活淹死在水中。在北极，除了北极熊，还有漂亮的北极狐，它身上的毛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变换颜色，冬天为纯白色，春天至夏天逐渐转变为青灰色，也叫青狐。北极的旅鼠是北极狐的主要捕食对象，并且它的捕猎方式特别罕见。除了北极熊跟北极狐，这里还有北极兔、麝牛、北极驯鹿、北极狼，这些都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在北极的水下还生存着一种特别大的海象，最大的雄性海象体重可以到4400多斤，体长4.9米，一只海象能顶4只北极熊。虽然北极熊是南极的扛把子，但是见到这种大型的海象也不得不避让3分。海象是群居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陆地上睡觉和休息，吃完就睡，睡醒就吃。它在捕食的时候会把对方死死地抱住，利用自身的体重把猎物压到水下淹死，然后再慢慢地吃掉。还有一角鲸，这种鲸鱼前面长的那个长长的东西就代表着它的身份和地位，前面的长角越长越粗，就表示它在鲸群中的地位越高。在北极不但有这么多动物，其实早在1万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居住。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居然有黄种人。从面相来看，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亚洲面孔，跟蒙古人很像。他们是因纽特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在北极圈有树木生长的地带安家，鱼是他们的主食。在这种极其寒冷的环境下，他们一般是吃不到蔬菜的，每天只能吃肉，除了肉还是肉。房屋形式跟蒙古人很像，都是以帐篷的形式搭建的住所。他们主要靠打猎为生，普遍身高都不高，他们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矮的黄种人。其实他们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亚洲黄种人。在几千年前，亚洲一支大军跨过白令海峡向美洲进发，不料到那里遇到了美洲的印第安人，两者发生了冲突。最后因纽特人被印第安人打进了北极圈。当时正值冬季，印第安人以为因纽特人进入北极圈就等于找死，于是便停止了追杀。不料因纽特人进入北极后，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并且还在那里扎根繁衍后代。由于长期处在极其寒冷的环境下，因纽特人的身体也得到了进化。他们的身材矮小，眼睛细长，鼻子宽大，皮下脂肪很厚，这样的特征才使得他们能适应那种恶劣的环境。虽然生存环境恶劣，我想他们的精神压力应该会小很多，因为每天除了吃肉就是出去打猎，吃肉打猎，吃肉打猎。如果换种位置来看，那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郊游、吃肉、看雪，好生自在。不过如果我们到那里去，估计一天都待不下去，相信我，寒冷的冬天会冻哭你。为什么会冻哭？给各位领导说一个我的亲身经历。我之前在工厂上班，有一年冬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离家还有10公里差不多，我的电瓶车没电了。那天飘着大雪，路上的积雪很厚，手机也给冻得关机了。因为不是市区，农村的小路几乎没有人，我只好一路推着电瓶车往家走。虽然戴着手套，但是还能感觉到2只手冻得生疼，冻得刺骨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发现那是真的把我冻哭了，不是感觉委屈的哭了，那是真的给冻哭了。所以可以想象，在北极圈生存的因纽特人，他们生存的环境一般都在-20度左右，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度。正常来说，人类是不适宜在这种温度下生存的。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都争着想要得到北极这块一点都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呢？因为在北极储存着大量的资源。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北极大概可以开采原油约1000亿桶，天然气储量为50万亿立方米，占据全球未开发天然气的30%，曾被称为第2个中东。除了这2样，全球近乎1半的煤也储藏在北极，还有大量的矿产，金、银、金刚石等各种贵金属。总之，北极的能源价值是特别的大，活生生就是一个聚宝盆。
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大量冰川融化，也意味着人类在未来进入北极的难度将会减小。没有厚厚的冰层阻拦，北极蕴藏的大量资源在未来很有可能被开采。如果哪个国家拥有了北极的主权，就相当于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特别大的一座金山。除了这些珍贵的能源，北极还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占领了北极，就相当于拿到了所处北极圈内8个国家的话语权。把导弹部署在这里，就可以轻松地打掉周边将近8个国家的核心位置。通俗点说，就是谁要占领了这片地方，周边所有国家都要看你脸色行事。因为你的导弹安置在这里，可以瞄准北极圈内很多国家的要害部位。目前对北极领土竞争的主要就是北极圈内的8个国家：俄罗斯、美国、挪威、丹麦、加拿大、芬兰、瑞典、冰岛。2016年12月，位于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病毒，导致90人住院，1名12岁的男孩死亡。后来经过研究，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炭疽。得了这种病的人会不断的咳嗽，体虚无力，病毒一旦发作，肺部功能会受到损坏，总之就是很危险。导致原因是因为全球变暖，北极永久冻土层融化。永久冻土层是多年冰冻的土层，最上面的一层每年到夏季的时候会融化，再往下更深处就是冻土层，一年四季都处于冰冻的状态，就是永久冻土层。北极的永久冻土层厚达1000米以上，在这里面冰冻了上千年的动物尸体，甚至是远古时期的动物尸体。这些动物身上携带的各种病菌会被永久的封存在永久冻土层内。随着人类往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导致全球变暖，曾埋在冻土层下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动物尸体解冻，使体内封存的上千年的病毒重新释放。据统计，大概有3500万人生活在永久冻土附近。一旦那些远古病毒解冻得到释放，很有可能会再次蔓延至人类身上。那些远古病毒的形成原因，我们很有可能从未了解。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找出可以抵御的抗体，对人类来说可能会形成很大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全球都在提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治理环境污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拉慢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以此来减缓千年病毒的释放。全球变暖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由于太阳光的反射作用，海水温度也会发生变化，一些栖息在低温中的水生物就有可能死亡或者灭绝。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北极熊的生活环境也会遭到破坏。就像咱们上边说的一样，没有了浮冰来恢复体力，他们或许面临的就是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我们对大自然的索取和破坏远远超出了我们本身所需要的。对于动物们来说，它们只需要填饱肚子和有个栖息之地，而我们人类向大自然榨取的资源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其他动物们的生存环境。虽然人类属于高级物种，但是就生命而言，动物们的生命也是极其珍贵的，因为我们和动物可能都是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黑土视频的领导，麻烦您帮忙点个赞。